如果你是一个内向的老实人，你会发现自己在社交中永远处于被动地位，永远毫无底线的让步，永远在人后独自承受内耗的痛苦。为什么呢？其实这都是因为你不够坏，因为你不够自私，不敢强势，不会嫉妒，脸皮太薄。你总是义无反顾地贡献自己的善良，但绝不会暴露出哪怕一丁点的恶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星河百度。今天要教屏幕前善良老实的你如何变坏。事实上，这4种性格往往是我们守住社交底线，不被利益剥削的绝佳手段。之前我表弟给我讲了他职场中的一件事儿，他的领导有个项目，想在他和另外一位同事中选一个负责。职场人都知道这是个好机会，做成了升职加薪，做不成全能历练。由于他和这位同事也是朋友，所以在他的领导找他们沟通时，他碍于面子犹豫了一下，但那位同事显然没有这个顾虑，立马拿出了当仁不让的态度，最终也成功拿下了这个项目。大多数人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，奉行着恭敬谦让的道德礼仪，这的确能帮我们获得赞誉，但它并不能帮我们赢得利益，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会造成利益的损失。斯坦福商学院等3所大学做过一个实验，研究者把被试者分到几个小组，然后给每人20美元的筹码，他们可以选择自己保留，也可以选择贡献出来当成小组的集体财产。送出筹码最多的人自然也更受欢迎，但在与其他小组竞争的情况下，研究者让每一组选出一个领导，这次就轮不到无私的人了，得票最多的是表现得自私并且具有攻击性的人。作为研究者之一的利文斯顿教授是这么解释的：人类天生倾向于服从支配，自私让人看起来更有主导性，而人们习惯把主导性和领导力联系在一起，特别是在竞争的环境下。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自私的人更容易获得权力、地位、财富等利益。社会科学家达切尔·凯尔特纳对富人和穷人的各种社会行为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后发现，富人大多是利己主义者，而穷人更倾向于为他人着想。毕竟社会资源是有限的，但人的欲望是无限的。人类社会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对各种资源重新分配，这个过程避免不了损人利己或损己利人的情况。从社会层面来看，自私是人们争取资源的动力，谁更自私，谁争取到更多资源的概率就越大。所以像我表弟这种情况，有情分又要竞争，如果把利益看得更重，就不要在意自私这个标签；如果把道德或者面子看得更重，就不要纠结于利益得失。谁也不能又当又立，对吧？作家莫言讲过一个故事，他小时候家里穷，有次中秋节，一家人难得吃一回饺子，当然每个人也就那么一小碗。这个时候来了个要饭的老人，莫言端出半碗红薯干给了他，结果老人破口大骂：你们吃饺子，让我吃红薯干，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？莫言一听当时就懵了，这理所当然的口气竟然让他无从反驳。最终老乞丐赢得了道义的胜利，吃掉了莫言家半碗饺子。也正是因为莫言一家人的善良，他们经常被村里的人欺负。母亲在捡麦穗时无故被人打了一个耳光，大哥成为乡里第一个大学生，得到的却都是别人的嘲讽，自己仅仅因为偷了一根胡萝卜，被人带到父亲面前狠狠地打了一顿。父母总教导我们，凡事多忍让，吃亏就是福。但慢慢的你会发现，你越是委屈自己成全他人，越是主动让步不会拒绝，越换不来福报，相反得到的是别人无理的要求和索取。有次经历让我决定再也不惯着别人。朋友借我的车，虽然我每天通勤也要用，但还是选择自己坐地铁把车借给了他。结果车被划了，我说那你去补一下漆吧，没想到他来一句：你不是有保险吗？从那以后我意识到，别人轻视我欺负我，其实都有我的一份功劳。换句话说，是我同意别人这么对我的。他们在选择用什么方式对待我之前，已经权衡利弊过，经过了对比分析之后，最终选择了欺负和伤害。而如果换成一个强势的人，估计那个朋友就主动去补漆了。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：你这么好一定得帮我，你可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啊。仔细想想，我好并不是一定要帮你的理由，选择帮你应该是因为你值得帮才对。所以小伙伴们千万不要像之前的我那样，好人有好报，但老好人只有好欺负。你有了锋芒，别人才会有边界。没有棱角的善良，并不能向世界传达你的善意，反而是告诉所有人，我很懦弱，来欺负我吧。小时候我发现父母很矛盾，比如我看到别人家孩子吃汉堡买玩具，我就跟我妈说，但她总是回复我，人家有钱别羡慕人家。不过每次我考试考不好就不一样了，她会说，你看那谁谁又考90多分，就你笨，
当时我就想用魔法打败魔法，回他一句人家聪明，别羡慕人家。但考虑到他的巴掌肯定比我的嘴硬，就咽了回去。他们一边不让我跟人家比，一边又把嫉妒灌输给我，因为他们清楚只有我嫉妒那些学习好的学生，我才有可能学得好。知乎上有个学霸，他学习的秘诀就是嫉妒其他学霸，他不关心考多少分，考什么大学，就是想干掉比自己强的人，看到自己的名字排在他们前面。所以嫉妒也可以是一种在竞争中取胜的动力源。日本心理学家查木武俊说过，竞争心跟嫉妒心是互为表里的关系，要胜过比自己强的人，不愿输给比自己差的人，这都与嫉妒心有着密切的关系。而人们之所以排斥嫉妒，很大程度上是担心自己掉入情绪勒索的陷阱中。情绪勒索就是说一个人被一些事儿影响，造成了过激的情绪，然后他通过嘲讽、打压、逃避等手段找回心理平衡。比如我看到老师把奖学金名额给了张三，我不服气，就觉得有黑幕，还在背后诋毁张三。你看，这也是嫉妒，而且这种恶性嫉妒完全是被负面情绪勒索，产生了不理智的行为。良性的嫉妒应该是，我看到张三拿了奖学金，我也想拿，所以我比他更努力，让自己超过他。二者的区别是，恶性嫉妒是把别人的好通过假想或诋毁的方式变成坏，良性嫉妒是把自己的坏通过追赶和竞争变成好。所以在理智的情绪下保持适当的嫉妒并不是一件坏事，它会让你有一种冲动，把目标放在出色的人身上，接着超过他们，让自己变得更出色，而不是在大脑里意淫别人的缺点，然后让自己融入更差的圈子来平衡脆弱的内心。敏感的人在社交中特别累，我以前就是这样，朋友说我两句，我得细品好几天，他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同样一件小事儿，别人波澜不惊，我越想越气，不停的内耗。虽说敏感并不是一种心理问题，有时候还有其独特的价值，比如更细心、更感性、更具有同理心。但很多时候，敏感的人总会被别人误认为是矫情、玻璃心、难伺候，而且他们很可能会成为其他人的情绪垃圾桶。美国洛杉矶大学医学院的心理学家加里斯梅尔做了一个实验，他让一个乐观的人与一个郁郁寡欢的人同处一室，不到半个小时，那个原本乐观的人也开始唉声叹气。后来通过进一步证明，只需要20分钟，不良情绪就会传染给其他人。虽然实验中没有考虑参与者的性格是否敏感这个变量，但我觉得敏感的人应该会被传染得更快。现实中也正是因为敏感型人格更具有同理心，别人更喜欢找他们分享不开心的事儿。昨天被领导骂了，今天跟老公吵架了，别人说完可能就没事了，但这种坏心情会在敏感的人心里停留很久，他们甚至会以此联想到自己那些不开心的事儿，进一步放大坏情绪。当然这还不是最严重的，他们过度在乎别人的评价，这也使得他们更容易成为标签效应的受害者，就是别人的话会像标签一样贴在他们身上，然后他们进行自我印象管理，让自己的行为与标签一致。比如一个敏感的人被别人说笨，他真的会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好，在这种心理预期下，久而久之评价会变成现实。但如果一个心大的人被这么说，他立马就怼回去了，而且完全不放在心里。所以你得把自己变得迟钝一些，准确的说是脸皮厚一点，内心强大一点。你可以开导别人的伤心、焦虑、沮丧，但大可不必跟他们一起伤心、焦虑、沮丧，毕竟你首先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。别人毫无道理的批评指责就更不用当真了，大家都为自己而活，犯不着恶心自己取悦别人，更何况是他们先来恶心你的，对吧？作为老实人，你总是把规矩奉为教条，把道德视为信仰，你背负了太多的负担，所以在社交中不得不隐藏真实的自己，表现出一副我不重要，你们开心就好的样子。但这并不能换来尊重，反倒是给了别人伤害自己的理由。所以你就勇敢地迈出一步，这不需要多大的勇气，可能只是一个爽快的不字，一个自信而强硬的眼神，或者是一句你怎么想不关我的事儿，他们就能感受到你善良的外表下也有寒气刺骨的锋芒。